柳玄穿越到完美世界，变成了一株草。原以为草生无望的他，意外觉醒签到系统，每日签到即可获得随机奖励，多次签到还可以获得抽奖机会。在获得系统授予的功法后，柳玄与身后的大树结伴修炼，直到某一天，他即将化形为人之际，身后大树突然化作一位白衣若仙的女子。我乃有神，与我相伴多年，情识道理，可愿随我征战9天10地？有了系统，日子总算有些盼头了。今日还未签到，是否签到？签到。签到地点：雷击木柳树之下。获得89玄功。功法介绍：封神阐教神功，八化九转反纯阳，阴极为8，阳极为9，89为道极之数，故天地有9宫8卦。72后，不仅是修成金丹大道之法门，其中包含诸般神通法术。看着系统面板上出现的一件件奖励，柳玄晃动着身躯。89玄功，没想到第一次签到就能获得传说中二郎真经修炼的阐教神功。要知道这位猛人修炼的功法，可是让他最后肉身成圣，3界之内少有敌手。奖励掉落的瞬间，柳玄就心神领会，学会了法术神通。他迫不及待地开始了修炼，同时依靠着身后雷击木上的雷光淬体，碧绿的叶子上霎时间就萦绕了一层黑紫色的光，与温润的青光交相辉映。修炼了一夜的柳玄，这才有功夫睁开眼，好好打量自己所处的环境。首先，头顶是一棵高大的巨木，看着垂下来的枝条，不难辨认这是一棵柳树。不远处有一群孩子正在年长者的带领下，迎着霞光吸收灵气，看起来不过4、5、6岁的年纪，小脸上却全是认真。中间有一个小家伙，看着小，但柳玄却能看到，就属他最明白，体内有古朴的力量在运转。观察了一会，柳玄发现这是一个普通的村子，和自己前世见到的村庄没什么不同。唯一的差别就是这里的人练武，才几岁的孩子都能把几百斤的巨石掀翻，或许要更古老一些，因为屋舍大多由石块堆砌而成。不知道这是哪一个世界？既然是多界融合，多维并存，会不会连小说世界都能连通了？柳玄又耐心地看了一圈，发现这个村庄再没有其他的特点，于是柳玄闭上眼睛开始修炼。毕竟无论身处哪个世界，实力才是最重要的，还是老老实实修炼吧。柳玄没有注意到，原本只在黑夜中显现的青光，此时正淡淡的笼罩着他全身，一股神秘的气息。远处耍完一套拳后，正和小狗玩耍的孩子，目光陡然转向了柳树方向。10号如今是一个3岁半的孩子，瓷娃娃一般，双眼明亮，长发乌黑。今天他与往常一样，与村里的小伙伴比划拳脚，修炼完之后与村中的小狗玩耍。可就在这时，他感受到了一股玄之又玄的气息，散发这股气息的方向正是纪灵所在处。这股气息他从未见过，非常神秘。纪灵是整个村子的守护神，难道是发生了什么，才突然散发出神秘的气息吗？10号十分好奇地循着气息来到柳树下，绕了几圈也没弄明白这股神秘气息到底是从柳树哪里散发出来的。纪灵也与往日并无不同，还是一样的粗壮树干，还是普普通通的柳条，难道是我弄错了？可这气息明明就近在身边啊！10号坐在柳树底下不肯放弃，仔细搜寻，完全没注意到树根之处一株碧绿的小草，在阳光的遮掩下散发着绿莹莹的光，清脆欲滴。柳玄睁开眼的时候，着实被吓了一跳。没办法，任谁一睁眼看见一个庞然大物笼罩在自己头顶，出现在自己眼前，都会被吓一跳。当草可真是不方便。缓了会神，柳玄才弄清楚自己面前的庞然大物不过是一个小孩，就是之前与村里小狗玩耍的小孩。也对，我现在是一株草，看一个小孩的视野，当然如同蚂蚁看见大象一样，看来要抓紧修炼，赶紧化形才是。等到离得远，现在柳玄才看清小孩的具体样貌。柳玄不断地打量着10号，没有什么人能对得上号，或许就是这世界中修武孩子中的其中一个吧。看见小孩转悠来转悠去，不知道在找什么的样子，柳玄虽然有些好奇，但也没想着出声询问。毕竟我现在是一株草，不知道在这个世界算不算药材。出生后万一被当做成了精的药材抓回去炖汤，那可就得不偿失了。还是先弄清楚这里是什么地方，才能再做打算。在此之前，还是先苟为妙。柳玄暗自点点头，不再理会面前的10号，抓紧修炼才是正途。就在这时，另一个孩子也来到了柳树下，倒不是和10号一样察觉到什么气息前来查探，而是来找10号的。小不点，我老远就看见你在纪灵处转悠，已经转好几圈了，你在找什么？说出来，我帮你一起找。殊不知一句话，却给柳玄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小不点、纪灵、有树，捕捉到这3个关键词，
柳玄联想到了一个令他不可置信的事实：难道此刻在他面前的这个白瓷一般的娃娃，就是未来的10号天地？自己头顶这棵看起来倒霉被雷击的柳树，就是柳神。这个到处用石块堆砌而成的村子，就是石村。一时间，柳玄心绪激荡。如果他没听错，这棵柳树所在的地方就是祭灵处，那这柳树不就是柳神吗？看过完美的人对柳树祭灵不可谓是不熟悉，又是雷击木，又是祭灵，还是棵柳树，铁定是柳神没跑了。那能被叫做小不点的孩子，可不就是未来的10号天地吗？10号，你快告诉我！哦豁，实锤了，实锤了！求锤得锤，这个叫小不点的，果然就是未来的10号天地。谁能想到，一来遇到的人就这么刺激，这可是未来的10号天地，自己就长在柳神旁边，这可真是太惊喜了！搞清楚了自己身在何处，柳玄的心总算是安了一半，不再理会眼前的喧闹，终于定下心来，沉浸在修炼中去。10号最终也没有找到神秘气息的来源，失望而归。后续几日，10号每天都会来寻找，但一直没有找到。直到今日，10号没有继续来寻找，因为今日他已经和小伙伴们约好，要去掏了青灵鹰的鸟窝。咕噜，一颗蛋滚在了柳树下的草地上。村口外，巨大的猛禽青灵鹰，一双野兽的眼睛紧紧盯着3枚蛋，眼中闪着摄人的光，但紧贴在柳玄身边。而此时的柳玄却没时间理会，他此时正在冲破瓶颈的关键时刻。绯紫色雷光缠绕，如玉般的叶子散发出淡淡的光晕，没人注意到，在这小草旁边的这颗蛋上闪现出了神秘的花纹，一瞬间生机更甚。与此同时，柳树上的一根枝条微微荡了荡，突然间散发出碧玉清光，然后垂下，轻轻地拂过其中另一颗。顿时，2颗蛋光华大盛，闪着璀璨的光。这一变故惊呆了在场，而柳玄的脑海中也随之响起了系统声音：检测到宿主今日还未签到，是否签到？柳玄猛地晃动草躯，想都没想就选择了签到，但他也没抱多大希望。要知道，这几日失望的可不止每天寻找神秘气息的10号，还有每天签到却什么也没得到的柳玄。以他第一次签到所获得的奖励来看，柳玄以为怎么这接下来几天也会有其他好东西，没想到接连几天签到却什么也没有。签到完成，获得脸息术青灵鹰原始符文1枚。奖励掉落，柳玄瞬间融会贯通。与此同时，身上一直散发着的神秘气息也瞬间隐藏起来。原始符文进入身体，被化为修为，柳玄的修为更进一层。碧绿的叶子上多出了1枚神秘古朴的符文，细看之下，和那蛋身上的古老印记如出一辙。这可真是瞌睡来了送枕头。10号这几天每天都来找东西，大概率就是来找我的。原本我还担心呢，但如今有了这脸息术，自己苟着的大计就万无一失了。神秘气息消失的一瞬间，10号敏感地察觉到了，他猛地看向祭坛处，心里闪过一丝想法。柳玄穿越到完美时，便打开音草，原以为草中无望的他，意外觉醒签到系统，每日签到即可获得随机奖励，多次签到还可以获得抽奖机会。在获得系统授予的功法后，柳玄与身后的大树结伴修炼，直到某一天，他即将化成一之际，身后大树突然化作一位白衣过仙人。我乃有神，与我相伴多年，情识道理，可愿随我征战9天10地？在柳玄进行签到的短短时间里，10号村众人已经捧着2枚闪着霞光异彩、符文流动不止的蛋惊呆了。2颗蛋，一颗整体被符文覆盖，纹路仿佛有生命一般，不断的流动变化，散发出神秘古朴的气息；另一颗光滑璀璨，气机强盛，蛋身则是被斑点覆盖，整颗蛋散发出耀眼的白光，捧在手上竟传来阵阵灼热之感。柳玄看着众人惊呼的模样，终于在脑海深处扒拉出来这段剧情。看来是10号和他的小伙伴成功的套了青灵鹰的巢穴，拿回来的蛋被柳神净化了。怎么有2枚闪着光的蛋？好像对不上。像是感觉到了柳玄的疑惑，系统没有出声，却默默地打开了系统面板，摆在了柳玄眼前。柳玄盯着那句成功帮助青灵鹰进化的消息，久久不语。什么情况？怎么的这福气还有我一份？我什么也没做。深夜，10号因白天所想，辗转反侧睡不着，索性敲响了族长爷爷的房门。什么？你说柳木祭灵处还有一个祭灵？一道震惊的声音划破寂静的夜，随之又低了下去。只有模糊的交谈声不断的从族长房中传来，屋内的交谈还在继续。刚才的喊声正是族长发出的。就在刚才，10号告诉他一个不可思议的猜想，在柳木祭灵之下，可能还有一个祭灵。今天出现变化的2颗蛋，就是2个祭灵分别做的。另一种可能就是柳木祭灵真正的灵苏醒了。在过去的年岁里，无论他们祭祀什么，怎么祭祀，柳木都从未有过反应。但10号在几天前发现了一股神秘的气息，就在今天，柳条孵蛋让蛋发生了进化后，那股神秘气息也随之消失了。可众目睽睽之下，柳条只照拂了1枚蛋，为什么还有1颗也发生进化呢？所以10号推测，要么是有2只祭灵，要么就是祭灵的灵真正的苏醒了。否则那股神秘的气息无法解释，
今天柳木突然做出的行为也无法解释。听10号讲了这一切的族长虽然震惊，但是对10号2个祭灵的说法却并不认同。2个祭灵，这几乎是从未听说过的事情，真的会是如此吗？但不管真相是什么，这对10号村来说都是一件好事。族长让10号回屋休息，自己对着无边的夜色陷入沉思。如果真如10号所说，有一股神秘的气息在几天前出现，又在今天出现变化的时候消失，那么这件事可能要召集村里人好好讨论讨论，事关祭灵，就是事关整个村子的安危。而柳玄这边也发生了新的状况，事情还要从柳玄吸收了那枚原始符文开始说起。柳玄吸收符文只是一瞬间的事，但在吸收之后，他发现自己的根好像扎得更深了。原本他就扎根在柳树旁边，但只是浅浅的埋在柳树旁边的土层里，连柳树的根都没瞅着。今天吸收完符文之后，他的根系往下深了很多，隐隐探到了柳树的根，这让他非常兴奋。虽然还是个4肢将近不能动的植物人，但这也是一种进步，说不定根扎得越深，他就离自由活动更进一步呢。柳玄调出自己的系统面板，查看了自己的属性，果不其然，萌芽中期了。虽然不知道自己最终会长成什么样子，但柳玄对自己化形非常有信心。同时，他还有一个惊喜的发现，因为修炼了8、9玄功，他的神魂好像更加强大，能看到的范围更大。之前我只能看见祭台周边和村子的一部分，如今已经能看见整个10号村了。看样子要不了多久，我就能看见村外的景象。不过现在只能暂时听一听村外每夜不停的巨兽打架动静了。柳玄想要再试验一下自己的神魂强度，看看整个10号村是什么样的。夜深沉沉的，一片寂静中，村民都陷入熟睡。10号村食物紧缺，青壮明天还要接着去捕猎。孩子们因为今天的惊心动魄，早已经疲惫不堪。柳玄看着陷入熟睡的一家一户，心中微叹。即使生活在这样的世界，人与人之间的羁绊总是最美好的东西。柳玄收回神时，目光落在了高大的柳木躯干上，仔仔细细看着，看到柳树的纹路，看着焦黑的被雷劈的地方，看着垂下的一条条柳条。前世看小说时，我就对柳神就很是敬佩，没想到有朝一日竟然能亲眼见到，还能变成他旁边的一株小草。柳玄穿越到完美的变成了一株草，原以为草树不忘他，意外觉醒签到系统，每日签到即可获得随机奖励，多次签到在获得系统授予的功法后，柳玄与身后的大树结伴修炼，直到某一天，他即将化成柳之际，身后大树突然化作一位白衣若仙人。吾乃有神，与我相伴多年，情识道理，可愿随我征战9天10地。凌晨起风了，柳玄的身体也带着微风吹拂。柳玄将身体抵在身旁粗壮的树干上，吸收着灵气进行修炼，心神完全沉浸在修炼之中。待到天亮，村子里的人就活动起来，晨起操练的青年小孩，张罗做饭的女人，各自忙着自己手头的事。早饭过后，族长召集众人，将昨晚10号的推测说了出来。不可能，祭灵这么多年，从未动过祭祀之物，昨日突然显灵，一定是看出了那枚蛋本身的不俗。是啊，一村2祭灵，从未听过这种事情不会发生的。我倒觉得祭灵真正的灵苏醒这个说法比较令人信服，说不定今天祭灵就会接受我们的祭祀之物了。如果祭灵没有接受，也不能说明祭灵真正的灵没有苏醒，毕竟昨天大家可是亲眼看见祭灵进化了清理阴蛋。既然不确定，今天祭祀就上2份祭品，一份给柳木，一份给不确定之灵。对呀，这个办法好。如果只有一份备用了，说明是柳木灵开始苏醒恢复；如果2份都备用了，说明就有另一个祭灵来到此处。那要是2个都没被用掉呢？你傻，2个都不用，昨天又出现了异象，那就说明没有其他的祭灵，一切都是柳木的灵做出的。就连10号察觉的神秘气息也是，只不过柳木一向不用咱们的祭品就是了。那万一柳木灵这次苏醒了，胃口比较大，2份都吃了怎么办？还不是搞不清楚有没有新的祭灵。祭灵有灵，如果真的只是柳木灵苏醒，你祭祀前言明缘由，他自然会有反应给你。数个时辰后，柳玄从修炼中醒来，对上的就是盛大的祭祀场面。什么情况？今天是什么盛大的节日吗？柳玄看着眼前巨石堆砌而成的高大祭台上，堆满了村里人打来的野兽，野兽伤口处还不时的渗着血，一滴滴沿着巨石的纹路流下。这么大的场景，难道是今日大丰收？柳玄展开神识，落在柳树躯干上，看着高大的祭台和底下的众人。今天的祭台与平日里有些不同，以前不是只有1台祭品吗？今天竟然有了第2个。柳玄饶有兴致地看着祭台方向，想看看今日的祭祀会有什么不同。在一切准备就绪之后，在族长的带领下，众人开始祈祷，请求继续柳木庇护我村，
若是祭灵需要，请尽情享用这些猎物。看起来和之前好像没什么不同。随着祈祷完毕，祭祀应该就结束了。柳玄不准备继续看下去了。就在这时，族长又一次看向柳木方向，说道：“石村众人携祭祀之物拜祭祭灵，若有新祭灵在此，可享用此处祭品。2个祭灵，没听说石村有2个祭灵，哪个祭灵这么厉害，能在柳神扎根的村子接受祭拜？”在柳玄思考问题之际，随着石村众人的祭拜，柳玄发现有一股力量向他涌来。这是咋回事？难道是因为我在柳神旁边，所以不小心分到了柳神的祭祀之力？检测到宿主触发签到任务，是否签到？来得正好。系统，刚才那股力量是什么？宿主生在柳树下，可以通过村民的祭拜共享柳神的祭祀之力。还有这等好事，这不就等于白条祭祀之力了吗？搞清楚力量来源后，柳玄立刻对系统道：“签到完成，接收祭祀之力，获得荒兽精血锻体。”随着系统话音落下，族长众人眼睁睁地看着祭灵身上的精血沿着蜿蜒的祭条纹路流向柳木根处。还是柳木，果然2个祭灵共生这种事是不可能的。看来没有新的祭灵出现，可能柳木祭灵反应比较慢。族长，我就说不可能有2个祭灵同时出现的。这么多年了，柳神终于开始享用祭祀之物了。这些年一直受到柳木庇佑，免受深山丛林中的荒兽侵袭，但柳木却从来不享用祭祀，我心中也是有些不安的。族长，看来是第2个推测，柳木之灵真正苏醒了。昨天2颗蛋的异变都是柳木带来的变化。族长点了点头，吩咐大家撤下祭品，分给众人切割放血。今日捕到的荒兽可以拿来用了。除了祭灵用去的精血，剩下的还可以供村里的小孩锻体好几次。众人忙活起来，没有人发现血线蜿蜒曲折地流过去，尽头在一株棵通体碧绿的小草上。精血凝成的细线此时正爬上叶子的纹路上，而叶子本身的纹路闪着绯紫色的雷光，红色与紫色交融，显现出一种奇异的光来。柳玄吸收了这些精血，如同嗑药一般，8、9玄功运转，修为更胜一等。今天的签到，除了白嫖了柳神的祭祀之力，吸收一些聊胜于无的精血，好像又没有什么特殊奖励。上次虽然也奖励了药丸一样的符文，但好歹有个脸悉数，这次干脆就发糖完事吧。系统，什么情况？怎么又不当人了？今天签到就这。随后，系统只是默默地打开了系统面板。整这么多有什么用？这不是奶妈属性吗？这和刚开始的初始属性有什么不同？关掉糟心的系统，柳玄把注意力重新放在修炼。柳玄穿越到完美变成蜘蛛，原以为草树不忘了他，意外觉醒签到系统，每日签到即可获得随机奖励，多次签到还可以获得出手机。在获得系统授予的功法后，柳玄与身后的大树结伴修炼，直到某一天，他即将化成为一力，身后大树突然化作一位白衣过仙人。我乃有神，与我相伴多年，情是道理，可愿随我征战9天10地。通过几个月的修炼，柳玄的根茎已经深入地下里头，但与身旁的柳神那错综复杂、深入地底的根茎相比，还是小巫见大巫。这也给了柳玄修炼的动力，让他心神全部沉浸在修炼之中。直到一日，被村子外不同往日的动物吵醒，一声巨大的肉从山林深处传来。柳玄点开神识向里探去，一等点发，看来今日村子里出去狩猎的人有些危险了。果不其然，一阵动静从村口传来。柳玄看去，只发现石守山等人就互相搀扶着回来，其中一人一看就受了不轻的伤，一支箭穿透了那人的胸膛，鲜血染红了衣襟，搀着他的几个汉子都怒容满面，血淋着眼睛，显然气得不轻，遇到了什么不好的事。空手而归，还受了伤，还不是野兽造成的伤，看来是和其他村子的人战斗了。看这一剑的力道，像是存心想要置人于死地，非天灾而是人祸，那我就更管不着了。10号看着身受重伤的石守山，握紧了小头，掌心纹路闪烁。可恨我不在现场，如今什么也做不了，只能看着大人们忙着替大树疗伤。10号抱着小紫来到了柳树下，闷闷不乐，摸着小紫的毛。小紫，我一定要尽快学会你身上符文的力量，这样才能让他们放心的带着我狩猎。如果我再厉害一些，是不是就能帮到他们了？小紫就是被柳树改变过的青灵婴儿，此时已经破配1个月，虽然有灵性，但还没到能够口吐人言的地步，只好用自己的脑袋蹭了蹭10号的手心当做安慰。而另一颗被柳玄影响的蛋，不知为何至今都没破，但能看得出已经非常有灵性，表现就是成天往柳树下滚去，确切的说是想和柳玄贴贴。他本能的亲近使他进化的柳玄。10号坐在柳树底下，怀中抱着小紫，看着众人忙碌，表情十分的冷。柳玄看着自己眼前心神不宁、
掌中古文力量都显现出来而不自知的时候。真是个善良的孩子，也不愧是未来的10天帝，如今也不过4岁，已经是整个村子里最能打的了。当然，自己身旁这棵大柳树不算。今日狩猎扑手而归，被别的村的人抢了猎物，没有东西来祭祀，请求祭灵庇佑我族，免受伤害。10号愿以任何东西偿还。柳玄就感到一股强大的祭祀之力从10号处传来，涌进身体。检测到宿主触发签到任务，是否签到？签到，签到成功，获得祭祀之力10号的承诺，触发被动交易，替族人疗伤。系统介绍完毕，就见一股温润的力量缓缓从柳玄身上散发出去，莹莹光点落入石首山胸前的贯穿伤，修补了他的血肉。系统，你要坑我就直说，不用这么拐弯抹角。这次签到又是什么鬼东西？怎么还有被动交易的？这要是以后又触发了被动交易，我付不起怎么办？系统，你出来给我解释清楚。治疗完成，获得加速增长。恭喜宿主踏入成长期。提示，请宿主相信系统。系统一切以宿主安危和成长出发，详情请查看系统使用手册。柳玄只觉得自己的根系猛地增长了10倍，狠狠地向下扎根去，瞬间延展开来，和柳树的根系缠绕在一起。没想到被动任务还有这么强大的反馈。系统，你早说被动任务还有反馈，我就不嚷嚷了。我来这个世界这么久了，每天勤勤恳恳的修炼，也不过成长大萌芽中期，但今天只是触发了被动任务，治疗了一个人，就让我跨过萌芽后期进入生长期，简直是不可多得的惊喜。这样的被动我可以多来几次的，真的，我一点都不觉得被动。柳玄激动完就开始观察自己的问题。好吧，虽然根系延展范围变大了，野处粗壮了不少，但在地面之上的叶子还是那么高，只是更加结实了。满足。另外一边，刚替石首山把剑拔了，就眼睁睁地看着他的伤势以一种惊人的速度愈合。围在一旁的众人也看到了，顿时场面陷入了诡异的寂静，唯刘刚破壳不久的青灵音啾啾的叫声。10号对一旁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还保持着祈祷的姿势。希望石首山叔叔的伤快点好。不远处，村口爆发出一阵激烈的讨论声。我眼花了吗？这伤口，族长没看出来啊，你还有这能耐，把剑拔出还把伤治好。族长最近是掌握了什么新的古文吗？有关治疗的。柳玄穿越到完美，变成一株草，原以为草树不忘他，意外觉醒签到系统，每日签到即可获得随机奖励，多次签到还可以获得抽成机会。在获得系统授予的功法后，柳玄与身后的大树不断修炼，直到某一天，他即将化成一位身后大树突然化作一位白衣若仙人。我乃有神，与我相伴多年，情识道理，可愿随我征战9天10地？在众人或期盼或疑惑的视线中，族长也一头雾水。我啥也没干，我只是拔了剑而已，而且这才刚上好药。不是我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或许是石首山另有奇遇呢。脸色好转的石首山听完村长说的话，族长，你是知道我的，让我去捕猎战斗还行，但是这治疗之法，我可是一窍不通啊！上次受伤还不是这样的。听完，族长就把目光锁进众人。族长，你是知道我的，把我3娘肚子里再生一回，也没这能耐啊。族长，你是知道我的，我一天除了狩猎就是吃，可没这本事。我是让你们说说今天到底发生了什么，蛛丝马迹都不要放我。今日到底发生了什么？怎么会受伤回来？遇见了敌人吗？今日我们本来大获而归，更是捕到了一头有着太古遗嘱血脉的野兽，谁知道回来途中被别的村子带人劫了虎，这简直就是抢劫！相安无事这么多年，都在石山里求生存，一点道义都不讲。虽然石首山不是村里最勇猛的，但也是战力非常，怎么会这么轻易的受了伤？难道对方动用了祖器？对方如此嚣张，必然有所依仗，是谁伤了人可看清楚了。看清楚了，穿着10里之外村子的衣服，射箭的是一个小崽子。小崽子，一个小崽子能射出这等威力的箭，看来是隔壁村子里培养出来的颇有资质的人。可不是嘛，小年纪忒狠毒。不过要我说，论天才，还是咱们小不点更胜一筹。难道是小不点弄懂了什么古文的力量，不经意间治愈了石首山？想到这里，族长对着站在柳树下的10号喊道：“小不点，过来，爷爷问你几句话。”10号听见族长叫自己，收起了祈祷的动作，快速向楼上跑去。族长爷爷，怎么啦？首山大树怎么样啊？哎，族长爷爷好厉害，首山大树的伤好了，
太好了！嘿，这可不是你族长爷爷做的，我们这正在讨论呢。呵呵，小不点，你最近是掌握了什么关于治疗的古文力量吗？没有啦，最近在看小紫的符文，是这样的。我操！好吧，显而易见，这绝技不是治愈的力量。如果这种力量能治愈，那每个战士都能替自己疗伤了。哦，既然搞不清楚，干脆给守山身上再造一个伤口，大家什么都不要做，看看伤口会不会恢复，说不定就是守山自己身体的恢复之力呢。你出的什么馊主意？你怎么不说给你身上戳个窟窿，让族长给你治疗，恢复了就说明是族长的力量呢？看着众人陷入讨论，10号脑中闪过什么，却没抓住头绪。沉吟片刻，他突然想起了自己刚才在祭灵处的祈祷，脑中灵光一闪。族长爷爷，我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了。或许是这样，守山叔叔的伤可能是祭灵治好的。众人听见这话，连忙向柳树方向看去。还是巨大的躯干，还是垂下来的一只柳条，看上去与往日并无不同。小不点，你说是祭灵做的，为什么？刚才我看见守山叔叔受伤，就对祭灵祈祷，一定是祭灵出手了，否则谁还有这种力量？这小家伙，我还以为你能说出什么理由来，仅凭这个怎么断定是祭灵做的？祭灵前些日子苏醒，看见守山叔叔受此重伤，完全有可能出手相助。